电子机的座驾机器人，不能参加世界纪录的魔术方块，还有，嘿，要求什么？是我，你爹米老鼠。办公玩具今天要开什么？大家好，我是小麦。听到超合金3个字，大家是不是会想到许多机器人的 IP 啊？无敌铁金刚、盖特、新世纪福音战士、钢弹等，无数次的掏空着我们的钱包啊！没错，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超合金系列的商品，但是以上讲的通通都没有要介绍。今天就是要来开你想不到的超合金机器人。第一款就是与 Tamakochi 联名的 Tamakochi 机器人啊。你可能没有听过 Tamakochi， 但是你一定有听过电子鸡。没错，Tamakochi 就是电子鸡啊。顺带一提，电子鸡的鸡不是鸡，而是来自 Tamakochi 的外星人哦。接下来看第二款，就是与 Rubix 联名的魔术方块机器人。想不到魔术方块也可以变成机器人吧？那从侧面的这个图示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一款魔术方块机器人，就是因为超合金50周年以及魔术方块的50周年，所以这一款魔术方块机器人就诞生啦。最后一款就是米老鼠的超变形机器人啊，这是我最期待的机器人，它的设计师大有来头，那就是我们的钢弹之父大和原邦男啊！给你们看一下外盒侧边就有他当初设计的手稿图啊，这里还有机器人侧面图以及大和原邦男的签名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第一款，我们就先来介绍 Tamakochi 机器人吧。内容物除了有机器人以外，居然还有一颗电镀金的电子鸡耶！萤幕还直接印上超合金50的字样。没错，这款 Tamakochi 机器人也是超合金50周年纪念的商品哦。除此之外，还有附一条链子，但装上去后会干扰合体。那如何将电子鸡装进机器人？先将机器人的背盖打开，再将机器人拉开，电子鸡就可以放进去啦。合上之前记得确认一下电子鸡的顶部有没有跟机器人的凹部对齐哦。Tamakochi 机器人的完整形态完成啦！整体来说，光是用看的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超合金元素，尤其金色与银色的部分更明显。但就连蓝色与粉色的部位，也不会让我有塑胶感的感觉。其中脸部的像素式方格表情非常符合 Tamakochi 的主题，毕竟电子鸡的萤幕构造本来就是一格一格的方格子，头部两侧各有一颗轮子，长得还蛮像耳机的。透明的贝壳就有点塑胶感了，但也不会太明显。上面还印有 Tamakochi 以他的伙伴跟电子鸡。可动的部分集中在手部，肩膀可以转一圈，手臂可以简单外扩与90度弯折，两根金属爪子也是可以动的哦。脚就完全不可以动了，所以无法摆出蹲下的动作。脚底有2颗轮子，但不建议机器人形态向前滑，因为会刮到脚后跟的部位。接下来就来变形吧，先把头部两侧的轮子用下来，再将耳朵藏起来，手臂转向内侧后向上收起手臂，最后将鞋子向前弯折，露出火焰部位后，整个变形就完成啦。飞碟模式就可以有简单的滑动啦，但一点也不防滑，在布料上比较有滚动的感觉。飞碟模式下，因为手臂收起来的关系，就更像电子鸡的造型了。但是在这种模式下，也无法看到电子鸡，其实有点可惜。那我们就来看下一只吧。接下来就来开箱魔术方块机器人啦。内容物除了魔术方块本体以外，还有一个专属地台，上面印有超合金的字样。魔术方块是选用3×3的经典款式，在颜色分布上也是经典6色。红、橙、黄、绿、蓝、白色，在白色那一面还有印上 Rubix 的 logo。接下来进入变形环节，先将橘色那一面转一点，转的时候可以看到蓝色与绿色有2个地方会联动凸出来，接着就是将这2块抠出来，橘色转回去。接着将红色区块向下拉，两侧与中下方的方块会被拉出来，将两侧的红色方块向下转，再转一次拉直，转半圈之后，将底部的红色方块抠下去，这样脚的部分就变形完成啦。
回到双手，将红色方块下拉一点后，再向外转动，手就伸出来了。最后回到头部，将前面的一块白色先抠出来，再将有 logo 的白色方块向前推动后拉起来，头部就出现啦。最后将白色的方块按回去，魔术方块机器人就变形完成啦。相较于刚刚的 Tamakochi 机器人，魔术方块机器人更有合金玩具的感觉。不只是因为更多的变形过程，它还带给我一种小时候杂货店或是订羊奶会出现的玩具机器人的童年怀旧感。Tamakochi 机器人对我来说就比较偏科幻感啦。头部的设计让我想到金刚战士，那个标配的金属嘴唇有够像的。额头还有魔术方块的小图案，可动部分可以简单的低头以及抬头，转动部分也没有问题。手部在肩膀是有点齿轮式的转动的，外扩角度就微微的一点点。手臂的弯折设计只限制单边，手掌也无法转动，但可以摆出几个健美先生的姿势，其实还蛮迷因的啦。胯部的旋转幅度也是有被背部零件限制到，但前面就可以转很高。大腿是可以旋转的，膝盖也可以做弯折。小彩蛋是在胸部的部分，只要按下左侧边的隐藏按钮，红色的零件就可以飞出去，这应该是它唯一的招式了。哦，好废啊。地台的部分可以摊开，摊开后还可以看到有个魔术方块的图案在下面，让机器人站上去，又是一个可以摆柜欣赏的姿态啦。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米老鼠的变形机器人吧。先来看看变形前的米老鼠形态，整体是以消光黑为底，去衬托其他部位的颜色。虽然鞋子的金色以及裤子的红色本来就够显眼了，背部有个倒反的 N 字样，那个就是变形后的机器人胸部部位。没错，这只米老鼠会以翻转变身的方式变形成机器人哦。米老鼠的头部可以360度旋转，耳朵也是可以转动的，手部的可动也给了蛮足的。不输可动为主的玩具，甚至手腕还是球关节的构造，腿部的可动也是集中在胯部，但它不是球关节的构造。鞋子可以360度平转，尾巴的部分也可以做上下摆动，因为是分件的关系，尾巴也可以做旋转。在配重上，他们有做调整，简单调整一下，单脚站立是完全没问题的哦。那我们就来进行变形环节吧。首先将胸甲取下来，接着将脸部零件拉下来一点，旋转180度，将后脑勺斜拉起，直接将头部向后仰，露出腿部关节。接着将头部分为两半，将大腿部位拉出来，将头部向上拉，露出另一段白色部分之后，将白色部分扣在一起，将耳朵旋转一半后向下拉，头顶零件翻转出来之后，将红色脚部零件拉出来，下半身完成变形。将身体翻转后，先将尾巴取下来，将手调整至包围住，两侧胯部拉起，腿部向外开后，顺势拉下来到两侧，将胯下零件拉起后，翻转下拉，靠近米老鼠脸部，两侧翻转180度朝下，鞋尖旋转至朝外，将手部从鞋底翻出，再将鞋尖靠近手部，手部变形完成。最后再将 N 型胸部下翻，将头部翻出来后再盖回去，这样我们机器人的变形就完成啦。一开始取下的胸部零件，将握把拉下来之后，就可以成为盾牌啦。尾巴塞到手上之后，就是机器人的武器咯。整个变形过程与完成后的造型，其实有满满魔动王的影子，只是差在魔动王是一颗头完成变形，米老鼠是直接一整只搞变形。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变形完之后，头部就直接用遮挡的方式背在后面，还真的有点像炽天使钢弹欸。头部的部分，耳朵与额头的 M 满满的致敬米老鼠啊，而且耳朵是可以动的哦。左肩也有镶上经典的米老鼠图案，甚至你把鞋尖的部位翻开，也能看到米老鼠的图案。这妥妥的就是超合金版米奇在哪里啊？脚部内侧有做可动设计，所以你腿多开都可以稳稳的踩着。虽然说可动做的不是很多，有些还是为了搭配变形做的，但还是不影响这只米老鼠机器人摆出一些帅帅的姿势啦。OK， 以上就是这期的超合金变形机器人的开箱啦。论变形难度的话，米老鼠机器人真的最难，尤其是在变回去的时候，我光是对这里就要对超久的。可能对一些很常在玩变形玩具的人来说很简单，但是对我不常玩这个啦，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它在我心目中是这一次的第1名，无论是在姿态啊以及造型可动的部分上，我个人认为是这3只里面表现最好的。
但这也不能说他们科技机器人跟魔术方块机器人是不好的哦，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在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们科技机器人它其实比较像是电子机的收纳支架。好啦，这也不错啦，不然电子机圆圆的也很难站立在桌子上。魔术方块机器人就真的还蛮特别的，不管是变形前还是变形后，都很适合作为摆件放置，因为它真的很有特色。变形之后的脸部，我非常的喜欢。那这3只超合金的变形机器人，你最喜欢哪一只？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开箱影片，记得按赞以及分享哦。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DVC Toys 泛攻玩具，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小麦，我们下次见，拜拜。